大家好，我是新人UP柳凡艺。最近《咒术回战》的漫画到了高能情节，但是关于剧情崩了或者开挂的争议持续不断。UP想做一个系列视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UP讨论。本期视频主要围绕《咒术回战》的单行本封面展开，根据每一传的具体内容和封面人物，谈谈独眼猫对每部分剧情的定位，以及利用封面人物和标题对后续剧情的暗示。这些伏笔往往会在后面得到回收。这些封面大概可以分为3类，即直接的核心人物、隐藏的核心人物、对未来剧情的暗示，彼此之间又有交叠之处。而每卷的标题则对关键剧情进行了很好的提炼。截止到本视频播放为止，《咒术回战》的单行本一共发行了22本，结束在第199话，也就是天使要求虎杖悠仁等人寻找堕天为止。那就让我们一一来分析吧。提醒：内容涉及到漫画的严重剧透，请介意的观众酌情观看。首先是第一卷，标题名两面宿傩，封面人物虎杖悠仁，具体内容为第1话两面宿傩到第7话咒胎代天2。标题两面宿傩，咒回的核心反派之一，也是秘密最深的反派。截止目前为止，另一位大反派专索的理想、目标、追求等等，已经基本上揭露完毕，两面宿傩却还深藏迷雾之中。宿傩容器的身份，则是男主角虎杖悠仁进入咒术界的原因和后续的核心剧情之一。由此可见，本传的标题和封面都是直接的核心人物与关键信息。顺带一提，UP觉得宿傩和上辈子的悠仁有可能是双生子，不过此处先不提，继续聚焦于标题和封面，以后有机会开坑专门分析。第2卷的标题和封面就非常有意思了，标题名咒胎代天，封面人物伏黑惠，具体内容开始于第8话咒胎代天3，截止于第16话晴。代天一词在日文中的释义为立于天地之间，生存于世界之上，而咒胎表面上指这几话出现的特级咒灵。说实话，如果没有后面的剧情，单纯只看这几章，完全会以为这只是一次关键剧情的描述。无论是两面宿傩看到伏黑惠的术士后与悠仁订立束缚，还是从男主出现在第1册的封面，那么男二自然要出现在第2册的封面的角度想，这个封面都没有任何问题。但事实证明，独眼猫埋下了伏笔，因为就在200多话之后，漫画213到215话的标题为咒胎代天5到7，而这里的剧情把非常多人疮得遍体鳞伤，宿傩利用惠崩溃的契机夺取了惠的身体。是的，独眼猫的伏笔在这里等着呢。他用剧情坚定不移地告诉大家，咒胎代天前4话惠核心人物的身份不够明显，没关系，后3话超级加倍。让我们再看看，这是第8话和第9话的封面图，这是213话的封面图。独眼猫时隔4年多，横跨200多话，依旧记得回收伏笔，活整得很好，下次别整了，大家心脏受不了。不仅如此，UP还认为关于宿傩和咒胎代天，应当还有相应的伏笔没有回收，因为后3话中并没有出现关于咒胎的相应情节，对代天的情节更是从头到尾都有点模糊，所以UP判断这个咒胎表面上是藏有宿傩手指的特级咒灵，实际上是独眼猫和大家玩的文字游戏，可能是指宿傩即将达成的某种形态，当它彻底补完之后，才是真正的代天。第3卷的标题和封面则更让人细思恐极，标题名又遇逆伐，封面人物丁崎野蔷薇，具体内容开始于第17话无聊，截止于第25话固漏愚蠢。又遇逆伐中，又遇带指基野顺平和虎杖悠仁，因为咒毁世界被设定为咒力之海，死灭回游、勇者等称呼都来源于此。逆伐只向神佛许了不恰当的愿望，反受惩罚。表面上看是指顺平主动靠近真人，从而增强了术士，看似拥有反抗校园暴力的力量，实际上却是他一步步走向悲剧的开始。乍一看，好像这段剧情和野蔷薇完全无关，他本人压根没出场。难道因为野蔷薇作为女主，在男1和男2都已经成为单行本的封面之后，就应该轮到她上封面？但深究相应内容，我们就会发现，
整卷剧情都是野蔷薇在涩谷悲剧的先导。首先，顺平和野蔷薇第一次和真人对话都是在小巷子里；其次，他们和幽人的良好关系都被反派所知，并导致了自己的悲剧。专所在看见幽人和顺平聊天时，态度是中头彩了。后续和真人谈话时也提到，要利用顺平，从而让幽人和宿傩立下对宿傩有利的束缚，基本就等于试图重演少年院的场景，要让幽人濒死或者崩溃。真人在发现野蔷薇语气中透露和幽人的良好关系之后，也立刻打定主意，要让野蔷薇的死令幽人崩溃。第三，在真人靠近顺平和野蔷薇的时候，幽人都非常紧张，喊出快逃，而顺平和野蔷薇并没有足够警惕。第四，这两个人都是被真人碰到一下就导致了悲剧，而且都死在幽人的面前，都距离他很近，几乎就是1-2个身位的距离。结合以上4点，第3卷的封面给野蔷薇完全可以说是独眼猫对他下达的死亡通知书。第4卷封面是5条悟，作为目前唯一完全没回收的伏笔，这一卷十分重要且特殊，UP 留到视频最后再说。第5卷与第6卷因为连贯一体，所以UP 统一讲解。第5卷标题为京都姐妹交流会，封面人物为东堂葵和小高田，具体章节为35到43的京都姐妹交流会3到12，主要内容为2校学生对抗。第6卷的标题名为黑闪，封面为真人，具体章节为第44话京都姐妹交流会13到第52话超规格。标题名黑闪来自于幽人在东堂的教导下打出黑闪这个技能。这2卷涉及到非常多的战斗，无论是交流会一开始2校学生之间的对抗，还是后面学生们携手对付咒灵与诅咒师，到最后5条悟放大招秒人，可谓环环相扣。第5卷选东堂当封面是合理的，东堂是京都校里面第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一开始与真一来东周的挑衅，还是拒绝杀幽人态度，在京都校学生袭击幽人时反过来阻止的立场，以及和幽人成为挚友并肩作战对抗花玉，教导幽人黑闪，都有浓墨重彩的戏份。第6卷选真人则十分奇怪，因为真人几乎没在这段剧情中出现。当然，按照隐藏核心人物推测，真人确实是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潜入天元的结界，盗取了宿傩的手指和咒胎9象图，为后续剧情铺路。不仅如此，真人对这段的剧情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将自己开领域的心得分享给了花玉。随即花玉在幽人和东堂的殴打下满足了真人说的条件，领悟到了对死亡的恐惧，也学会了领域展开。但 UP 之所以认为这2卷的标题和封面具有预言性质并且连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截止到最新一话，虎杖幽人只用了2次黑闪，分别是姐妹交流会时与东堂并肩作战对抗花玉，以及涩谷事变时与东堂联手对抗真人。没错，他2次黑闪都是与东堂并肩作战时打出来的。顺便提一下，东堂教幽人黑闪的时候，我以为他自己是会的，等到涩谷才发现他不会，只能说一个真敢教，一个真敢学。但这就有个问题了，黑闪这个技能5条悟肯定会，七海同样也会，而且是连续黑闪记录的最高保持者。为什么教导幽人黑闪的不是对幽人来说更亲近更重要的悟和七海，而是本人没有打出过黑闪，只懂理论知识的东堂？UP 认为原因就在作为封面的真人身上。第6卷姐妹交流会时，东堂与幽人对抗花玉，实际上就是后来对抗真人的预言。涩谷之战中，恰好是东堂及时赶到，和幽人联手把真人打到残血状态。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佐证，就是全片之中真人也有且仅有用过1次黑闪，就是在这段剧情中和幽人打的时候用出来的。这么想想，第6卷的封面和标题真的细思恐极。虽然 UP 认为5、6卷的伏笔不止于如此，但因为和第4卷有关，挪到最后再说。下面来到第7卷，标题名旗手雷同，封面人物杖相，从53话目的达成到61话旗手雷同7。这段剧情主要讲88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3人组打的是幻象和血图，杖相本人根本没出现。为什么选杖相作为封面人物呢？ UP 认为有2点。第一，后文中杖相亲口说了
是他这个大哥替弟弟们选择了更轻松的道路，即和纣灵合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丈相这个选择，这场战斗根本不会发生，符合丈相作为本传隐藏的核心人物的思路。第二，骑手在日文中也是开始最初的意思，标题名和章节名都叫骑手雷同，和谁雷同呢？如果单纯是九相图，根本没必要画蛇添足。UP认为独眼猫在这里就已经暗示了幽人和宙胎九相图的关系，他们的最初是一致的，都源自专所的实验。第8传标题名怀玉，封面人物伏黑圣尔，具体章节为62话到70话。怀玉在词典里有2重意思，一重是怀璧，即多才能、才华、财富等等，一般与怀璧其罪等词连起来，形容多才招获或怀才招忌。另一重则是怀抱仁德，在这一卷里的五条悟和夏油杰还有天内离子都当得起这2重解释。当时的悟和杰既有才华又有仁慈之心，一个女孩的命运和咒术界的未来孰轻孰重，但他们还是不愿执行所谓正确的事情，并带离子出去玩，但同样怀璧其罪。无论是六眼还是新疆体，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而招来追杀，仅仅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这个身份而已。杰被专所盯上，同样只是因为他的术士。之所以用圣尔做封面人物，恰恰是因为圣尔就是打魔域的人，五条悟跨过去了，所以变得更强更璀璨。夏油杰和天内离子没有跨过去，所以离子死了，杰则对圣尔提到的那句猴子一直耿耿于怀。第9卷标题名玉蛇，封面人物夏油杰，具体章节为第71话怀玉到第72话今后。这个也很好理解，玉蛇这一卷本身就是为夏油杰做的挽歌，蛇作为多音字，我觉得这里应该念蛇，取断了的意思。不过我觉得这里不只说他的仁德之心断裂，也是说他天赋和才能的断裂。关于这个猜想，UP以后会单独做一期视频来分析。一卷标题名萧纪，封面人物机械丸，具体章节为第80话萧纪到第88话涩谷事变6。UP觉得这卷核心人物没什么好争议的，机械丸先是和专所、真人等人合作，背叛了高专，又在治好身体后被灭口，留下的后手则在涩谷事变中通知幽人，让术士们提前得知五条悟被封印，并留下纣灵和五条悟战斗的实时影像与玉门江暂时无法拿起的关键信息，属于是这段剧情的绝对核心人物了。但是这里我非常极其相当想要吐槽独眼猫老师的命名。萧纪在日文里的意思是节日前夕举行的小型庆典活动，或者直接指节日前夜。我只想说什么节？万圣节吗？还是咒术回战涩谷事变节？算了，不说了，下一卷。第11卷标题名涩谷事变开门，封面人物七海见人，具体内容为第89话到第97话，因为名字都是涩谷事变，就不额外多说。这一传的封面人物乍一看其实也很奇怪，因为本传中唯一说出开门2个字的是专所，与七海并无关系。为什么封面人物是七海，而不是策划了整场涩谷事变的幕后黑手专所？UP觉得可以从2方面来探讨。一方面，虎杖幽人知道五条悟被封印后，对着涩谷上空大喊的是七海，而七海听完幽人带来的情报，立刻判断事情的轻重缓急，并调整相应计划，自己去帐外申请1级才能得到的一些许可，同时让幽人、惠和朱野3人前去消灭守护咒术师不得进入这城帐的诅咒师，咒术师得以入场支援，成为涩谷后续没有那么死伤惨重的关键。另一方面，本次封面也是又一次暗示和死亡通知。五条悟在看见专所的那一刻，飞速回忆自己和夏油杰的过往，虽然断定对面的人不是杰，但也就是这一瞬的思考，让他落入被封印的境地。而对七海来说，他的同窗灰原同样是他内心不可磨灭的伤口。灰原死于突然变强的纣灵之手，听上去是不是很耳熟？七海和真人第一次战斗的时候，真人炫耀被自己改造的灵魂救不回来，七海冷静表示自己不会把情绪带入工作，
真人却立刻指出七海在说谎，因为他的灵魂在动摇。这句话不仅道破了七海的真实想法，也宛如某种称言。而七海在这次初次见面中对真人的形容是典型如纸上一般轻薄，以及内里那股浑黑的强大，配图则是五条悟，同样代表他认为真人的强度和五条悟有相似之处。虽然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但这种看法对七海来说本身就是不祥预兆。不仅如此，漫画中七海每一次回忆过去都与真人有关。七海回想起自己为何逃离之后又回到咒术界，是因为真人学会了领域展开，两人从之前的势均力敌变成了一面倒。弥留之时展望未来的理想，回忆起灰原，又是和真人最后平静聊了一句天。无法拯救他人的愤怒和失落，面前这个咒灵一次比一次火箭式升级的现状，不断闪回的过去以及心境的动摇，仿佛回到了昨日的梦魇。开门不仅打开的是玉门江之门、地狱之门，也是回忆之门、内心之门。与野蔷薇的猝不及防相比，七海的结局或许从他第一次碰到真人开始，就成了他的契机，也是他的宿命。迈过去就能战胜心魔，更上一层楼；迈不过去，下一题。第13卷则非常有意思，本卷标题名涩谷事变霹雳，封面人物日下部独也，内容为107到115话。霹雳在日语中有突发事件的意思。这一卷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禅院班和七海混合碰上了驼梗，圣儿和惠加入战斗解决了驼梗，漏湖被驼梗的死惊动，冲了过来打了重伤的3人。这时感应到宿傩手指解放，便立刻赶往宿傩所在。最后到漏湖和宿傩战斗为止，从头到尾都没日下部的事。但为什么日下部能做封面人物呢？大家请看这张图，我大概圈了一下当时日下部和熊猫、七海等人的距离，地面直线距离也就几百米，算上地铁深处的曲折和纵横，应该有2-3里的样子。如果日下部当时带着熊猫已经进了涩谷地铁站，而不是在外围绕圈子，当驼梗和禅院班打起来的时候，他就应该能发现，并且最快速度赶过来。届时就分几种情况：日下部在漏湖到来之前赶到，他的简易领域可以暂时抵挡漏湖的攻击，保下几位同伴，让他们不至于被漏湖打到濒死。漏湖还是觉得宿傩重要，立刻离开的话，日下部和熊猫可以及时送3人去治疗，哪怕漏湖不肯走，非要弄死他们为驼梗报仇也没关系。几分钟后，幽人就会压制刚吃的宿傩手指醒来，因为距离很近，很快就能加入战斗。趁着这段时间，熊猫可以将受伤的3人转移送去治疗。如果按照这个发展推演，这一战的结果应该是日下部战死，幽人被漏湖抓住，强行为宿傩手指，然后宿傩把漏湖解决。又因为之前拖了时间，幽人、东堂、野蔷薇刚好和真人撞一起了，3人联手，理论上能将真人彻底干掉。假如漏湖重伤3人离开后，日下部才赶到的话，同样可以用最快速度将他们送走，不会让七海跌跌撞撞爬起来，无意识往前走，从而碰上真人。无论是上面哪种情况，都不会比现在这种更糟糕。漏湖和日下部在这一卷实际上就是对照关系，漏湖挑战宿傩必死，日下部挑战漏湖同样必死，这一点他们2个都心知肚明。即便如此，咒灵还是因为同伴的死，第一时间前来复仇，又在明知打不过的情况下，还是为了种族的未来挑战宿傩，堂堂正正战死。咒术师却因为怯战怕死，故意绕圈子，不及时前来支援，导致2位在涩谷事变中竭尽全力的同僚死去，令后续局势进一步恶化。不得不说，十分讽刺。第14到16卷以及后面的第18到22卷，标题都紧扣剧情，封面人物也是其中最明显、最关键、最核心的人物，在此不做赘述。鉴于时间有限，剩下的第4卷、第12卷和第17卷，因为有着强关联性，UP 放到下期视频统一解说。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支持，拜拜。